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零零三航母最新进展，9万吨舰体开始第2层建造，或可年底下水。近日，据媒体报道，中国第2艘国产航母003的建造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开始了第2层即飞行甲板层的建造。根据网络图片推测，这艘巨舰水线长度超过了300米，其满载排水量很可能达到9万吨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据介绍，目前003航母已经完成舰体合拢和各舱段上的大跨度构建建造，紧接着就是第2层航母飞行甲板的建造，这也是航母建造的重要阶段。等第2层建设完毕，003航母也就基本成型了。届时，这艘让网友们魂牵梦绕的钢铁巨兽将会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按照乐观估计，003航母将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下水，接着2022年进入西装阶段，2023年开始试航并交付海军使用。003航母是中国海军第3艘航母，第2艘国产航母，是中国第一次自主设计全新的超级航母。通常国际上将排水量2到3万吨的航母称之为轻型航母，4到5万吨的称为中型航母，6到8万吨的称为重型航母，而8万吨以上的则称为超级航母。根据003航母水线长度推测，其满载排水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小鹰号，满载排水量8万吨，约为9万吨，成为了除了美国10万吨级超级核动力航母外，世界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巨大的排水量换来的是同样巨大的飞行甲板和机库。据推测，003航母能够携带歼15舰载机的数量在50架左右，加上固定翼预警机、反潜机、直升机、搜救直升机、运输直升机等舰载机，003航母舰载机总数量将会超过80架，这已经远超除美国核动力航母外的任何一艘现役航母了。一支由003航母、055万吨驱逐舰、052D 驱逐舰、054A 护卫舰、093核潜艇以及大型补给舰组成的航母舰队，完全有资格挑战美军核动力航母编队，这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2战结束后至今的70多年里可是头一遭。在003航母服役后，中国海军将拥有2艘重型航母，1艘超级航母，重型歼15舰载机的携带量达到110架左右，已经超越了许多中等国家的空军力量，妥妥的世界第2。即便是执行中等强度的远洋打击任务也够用了，但也要清醒地认识，目前中国海外基地仅有非洲吉布提1处，航母编队出海对后勤补给需求很大，更别提作战了。所以像美军那样的核动力超级航母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核动力航母能够最小程度降低对后勤补给的依赖，这样补给舰就能够搭载更多弹药、食物和淡水等资源，使整个航母编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大大增强。16号航母是体步，17号航母是稳固，003是进步，004航母才是我们的星辰大海，为中国航母的成就骄傲，但绝不能自满自大。世界第3还是世界第2，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手是世界第1。加油！中国航母带着我们的梦驶向世界。自辽宁舰服役以来，中国海军就进入了小步快跑的阶段。901级综合补给舰、055型万吨大驱、075两栖攻击舰，一个个先进武器接连横空出世。目前中国拥有001辽宁舰和002山东舰2艘航母，这2艘均为常规动力，7万吨级，滑跃起飞，与美军尼米兹、福特相差甚远。但到了正在上海船台组装的003，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据悉，这艘航母排水量达到了8.5万吨，搭载70架舰载机，依然采用常规动力，但却配备了3部电磁弹射器。因为它装备了马伟明少将团队研制出的综合电力系统，使它在常规动力条件下依然能为电磁弹射提供足够的电力。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连美国的都没有的技术。其战斗力将超越小鹰级，能够与尼米兹级相匹敌。通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003与尼米兹的动力系统相比，一个常规，一个核动力，这场003输了。再比对舰载机 F-18与歼15，同样属于3代半战斗机，因此这场平了。然而起飞方式，003电磁弹射，尼米兹蒸汽弹射，这场尼米兹输了。
舰载机数量003是70架，尼米兹80架，二者持平。舰载机水平和数量这2场，二者互相持平。003赢了1场是起飞方式，尼米兹赢了1场是动力系统，就此二者持平。然而大家最期待或许就是接下来准备建造的004超级核动力航母了。这艘航母的战力将能够与福特级相匹敌。有很多人都会说了，这才是中国的第1艘核动力航母啊，其性能怎么可能跨越美军40多年建造10艘整整1代航母的路，直接达到福特的标准呢？原因很简单，看看美国所有尼米兹航母的配置都是核动力，10万吨蒸汽弹射 F-18舰载机，40多年整整1代航母的配置几乎都是原地踏步啊！直到最近的福特级才升级了电磁弹射和隐身舰载机。中国下一艘航母能达到此配置的理由是，首先核动力这是已经确定的，吨位随着动力的升级，吨位自然肯定也要升级。再有电磁弹射，003常规动力都上电磁弹射了，那004核动力舰更得是电磁弹射，而不可能退化了。隐身舰载机现在歼31的2.0版本已经试飞成功，到时候歼31的3.0版本也许就出来了，隐身舰载机也有了。另外舰载武器还有2到3门射速1万发的1130速射舰炮，以及2到3座海红旗10导弹，而且其舰长可能增加到338米，排水量将达到108000吨。这些技术元素组成了我国能与福特级相匹敌的超级航母。海军是神奇的存在，相比陆军，要克服在广袤无边的大洋大海上的苍凉和无所依仗，更要克服面对天地间悠悠空旷的蓝天海水的孤寂。那么海军能依仗的只有各种装备。首先，航母就是作为海军在大海上的移动堡垒。一艘核动力航母能够在备战状态下长达10几年、20年不用关闭核反应堆，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这个能量的消耗是非常缓慢的，能量的补给简直是可怕的存在。相比之下，常规动力航母的重油，每一次加油需要耗时许久，更是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加油补给才能航行，否则就寸步难行。这样的悬殊对比，核动力航母仅仅从动力方面就已经傲视全球，更别说还有大量的先进装备以及各种最新的武器加持了。那么既然核动力航母这么厉害，我们中国海军已经通过这些年的努力升级成为在世界上靠前的水平，为什么我国为何不建造核动力航母呢？是因为建造不出来吗？那么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到底有多难呢？海军的装备在作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浩渺大洋上是微乎其微的存在，只有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设备才能进行有力的防御巡查和反击等。那么对海军有着非凡意义的核动力航母到底建造难度有多难呢？首先，核动力航母的动力源头就是核反应堆，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问题，解决核燃料的安全问题就非常难。在核燃料长时间燃烧的过程中，怎样保证高温核燃料铀不会泄漏，是一项非常难以实现的高科技工程。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的核反应堆从来没有公开过核燃料的更换重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但是估算使用的核燃料总量为345公斤左右，配置2座核反应堆的话，总重在690公斤左右。尼米兹级航母的核反应堆一般正常使用13年，续航能力达到100万海里左右才会更换第1炉的核燃料。如果执行出海任务少、航行里程少的情况下，核反应堆长时间处于关闭状态，核裂变停止消耗，航母或许整个服役期都不用更换核燃料。而更换核燃料的工作可不像加油那么简单，则是比安装核燃料还要麻烦的工作，需要整体切开航母，拆除反应堆进行更换和修补航母船体，还要在整个过程中做好非常多的防辐射工作才能有序进行。整个更换燃料的时间漫长，完成就超过1年。美国目前最新再造的具有弹射战斗机功能的新型航母已经重新升级了核燃料反应堆，很可能达到50年续航服役，终生不用更换核燃料。真是这样的话，那某种程度上来说，核动力航母和永动机也是一般无二了。那么我国就算能够建设一座核动力航母，目前还无法解决最核心的2个问题，这也是建造航母非常难的具体体现。实际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保证核反应堆在航母服役几十年间都安全无泄漏。核武器是一柄双刃剑，听上去美国使用核动力航母似乎威风八面，但实际上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维护方面也有很多的技术难
难题，只是不对外公布而已。我国军队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国民为主要任务，从不像霸权主义国家总是伺机干涉或挑衅别国。建造航母难还在于费钱太多了，所以在没有十足的安全保障情况下，我国不会贸然建造核动力航母。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核动力航母虽然在动力这一块听上去很节约燃料，实则在使用和维护方面每年烧钱非常可怕。美国一艘航母服役期间预计要消耗3000亿美元，我国海军除了航母，还有大型的国产驱逐舰和核潜艇、护卫舰等多种灵活机动的编队作战群，对于近海防御和作战完全胜任，并且保障战斗能力充裕，所以并不是继续航母来进行国防装备，所以没必要仓促上马核动力航母的项目。未来我国会随着科研能力的提升，也许会有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可能。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